沈飞听到外面那震天的声响，就知道敌军攻城了。他把2把气枪都拿了出来，快步地跑了出去。刚一出门，就看到了唐之灵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岳父本来和我一起来见你的，但是现在却和将领讨论对敌之策了。走，快带我去营帐。好。唐之灵和沈飞到了营帐外面，就听到了激烈的讨论声。王爷，我们西军可以从南城门出去，跑到敌军身后攻击。王爷，本将也愿意带领士兵出城迎击。北境王沉思着，并没有快速给出答复。王爷，俺们不能一直龟缩在城内啊！这敌军已经用了投石机了，若是不出城迎敌，这城门很快就守不住了。是呀，王爷，士兵的士气也要重燃。宋将军，那你率领一队人马从南城门出去，前去迎敌。是，王爷。慢着，谁都不要出城。荣王妃是个啥意思啊？菲儿，你说说你的想法。不用咱们的人出城，若是被误伤了，我可不负责。沈飞把气枪拿出来。我有毒药，若是咱们的人混进去，也将会被毒倒。众人看着沈飞手中的黑棍子，都不知道是什么。将军们可能还不信，就让我给你们看看他的厉害。好，菲儿，咱们就去看看。很快，众人就到了城墙上。王爷，敌人的攻击太猛烈了，恐怕我军要出城迎敌了。沈飞看了看城外，好些敌军也是一片尸体。沈飞不再犹豫，还是拿出了神经毒气。只有削弱敌军的势力，这场战争才能结束。唐之灵，咱们开始吧。交给我吧。你射击近处，远处交给我。宋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俺也不知道，给小孩先玩玩吧。齐参将怪尴尬的，他忘了宋将军是个大嗓门啊。沈飞率先开了一枪，顿时发出了砰的一声。随后唐之灵这边也开出一枪，射击到了前方的队伍。段干元基骑在马上，看着前方的一切。他早就发现了蒙店城上士兵没了，变成了2个小人儿，在那边不知道干些什么。将军，汉人在干什么？好像不打算对敌了。难道他们要投降了？哼，不必管他们，尽快把城门撞破，投石机不要停。是，将军。沈飞在城楼上不断地变换位置，就是找各个射击点。敌军的人数太广，他一定要让毒气分布均匀了。段干元基听到巨响之后也是吓了一跳，但是他没有任何异样，就只是声响嘛。都不必惊慌，不过是汉人的障眼法，哗众取宠罢了。谁料他喊完这一句就从马上掉了下去，他身边的士兵也纷纷倒了下去。城楼上，江干拿出望远镜，激动地大喊：王爷，段干元基倒下去了！你怎么看得到的？王爷，这是姑爷给的，叫望远镜，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北境王接了过去，照着江干的动作，把望远镜放在眼前，然后大惊：这东西真神奇！段干老贼躺在地上，不断的蹬腿。菲儿，远处的人是打不到吗？爹，你放心，远处的那些危害才大呢。近处的是迷药，远处的是神经毒气，那种伤害是不可逆的。爹，远处的敌人和近处的敌人分开关押，到谈和的时候放回去的人就选远处那些人。北境王没想到乖女儿已经想得这么远了，两国一定会谈判的。可是有什么说道？沈飞来到北境王身边，小声的在他耳边耳语几句。好，菲儿的主意不错。等3个时辰之后，咱们的人再下去打扫战场，把敌人的武器全都收上来，还有那些马匹，能抓多少是多少。是，王爷。爹，敌人只有这几万人吗？其他地方还有吗？哈哈，只要把段干元基与河夏资2个主力军拿下，其他的军队不足为惧。从现在开始，攻守一方易主了。哈哈哈，儋州、张晋等城池也会快速夺回来的。监牢内，段干元基也被关到了监牢里。不过好消息是，他看到了他的好大儿宗正达。你们进去，给我薅几根头发下来，控制住他。是，大小姐。喂，你们为什么要拿我舅舅的头发？或许那人不是你舅舅呢。你胡说什么？那就是我舅舅。还真不一定。不过不管什么结果，
我会告诉你的哟。小达，他在说什么？哦，舅舅，他说你不一定是我舅舅，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。我之前也被薅头发了，现在也没事，舅舅不用太担心。段干元基却是浑身僵硬，这女人知道什么？他看沈飞的眼神都带着阴狠。沈飞得到了头发就离开了监牢，他会来这一趟就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罢了。沈飞，我回来了。沈飞原本正在等实验结果，于是也闪身出了空间。城内怎么样？城内出现了好些难民，好些人已经饿得就剩皮包骨了。唐志玲，你说我把粮食拿出来怎么样？啊，你愿意？当然啊，我又不是只认钱的人。沈飞，你真好，你是最善良的人。两人说做就做，立即安排了人手给蒙店县衙捐了2000担粮食。最后沈飞两人也没有厚此薄彼，儋州、张敬等地都是给衙门捐了2000担粮食。草原上，沈飞和唐志玲两人在前方策马奔腾。沈飞现在的骑术已经很好了。唐志玲，你感受到了吗？感受什么？自由的味道啊！没错，自由。两人就这么一直跑，在广阔无际的草原上奔驰着。唐志玲，那边有个山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好啊。两人就这么向前冲去。吴护卫，咱们快去拦住王爷王妃，那边不是大禹朝的地盘了，到了吐蕃境内了。武丹见状也有点着急，他们这一行人出来跑马，若是到了吐蕃境内被那边人抓住了，可对两国谈判不利啊。王爷和王妃若是被抓了，那对方岂不是也有人质了？王爷王妃，慢点儿，不要再往前去了。可是距离太远了，武丹的话都被风吹走了，就是没有吹进沈飞两人的耳朵里。两人已经来到了山脚下，看着高高的山，也是感慨大自然的神奇。唐志玲，你发现没有，这里的山都和京城的不一样，这么高的山一棵大树都没有，只有一些小树苗子。是不一样啊。走，咱们过去那边走走。好。两人就这么慢慢的往半山腰处爬。来到巨石前，沈飞从空间拿出了2个坐垫放在两处。你坐那边，我坐这儿。唐志玲也不反对，点点头就坐了上去。谁料就听到了咔嚓一声。唐志玲，你太胖了，你把石头都压碎了。沈飞的嘲笑给唐志玲弄了一个大红脸。唐志玲不太好意思，她拿起石头看了看。不对呀，沈飞，这石头怎么是黑色的？沈飞凑了过来，看到这黑石头，双眼冒光。唐志玲，咱们好像发现了大宝贝。唐志玲觉得这东西有点眼熟，但是一时之间没想起来。沈飞不等唐志玲反应，立即从空间里拿出铲子开始往下挖。你找什么呢？这什么宝贝啊？你认识啊？沈飞挖了几铲子，看到里面也是黑黑的石块。唐志玲，这座山是铁矿山。沈飞，你确定？沈飞连忙把几块铁矿石收到了空间里。有80%的把握吧，我还需要在实验室化验一下。沈飞用铲子快速把挖过的地方又埋了起来，尽量做成没被人发现的样子。走吧，咱们得尽快把这消息告诉岳父。对，告诉我爹，派人来开矿。两人喜滋滋的下山之后，就遇到了找来的武丹和驻军。王爷，此处已到了吐蕃境内，咱们快点离开吧。这山不是咱们的。不是，这是吐蕃的。沈飞不大高兴，这不是白兴奋了吗？回去告诉岳父，谈判的时候这几座山呢，一定要要过来。对，你说的对。王爷，咱们人手不足，若是遇上吐蕃小股军队就麻烦了，咱们快点撤吧。好，咱们走吧。爹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爹，你看看，认识不？菲儿，这铁矿石是哪里找到的？爹，我发现了一座铁矿山，我估计那山下都是矿石。当时我还怀疑呢，那么高的山为什么不长高大的灌木？现在终于知道了。你是在哪儿发现的？就是出了苍峡城，往边境的西面有几座很高的山，那里就是。你是说瑞纳山？反正在西边，我不知道名字。我听驻军说那边到了吐蕃境内。从今往后就是我们大禹朝境内了。他瞟了一眼写到一半的折子，就是向兵部催武器和装备的。
这要是在南疆就有铁矿，那造武器可是容易得很。爹，要是谈判的时候吐蕃不给怎么办？他们若是不同意，那就只能强攻了。嘿嘿。爹，我看啊，不如咱们胃口大一点，除了那座山以外，远处的几个地方也要了。瑞纳山他们也不一定知道是铁矿山，不能让他们发现瑞纳山的秘密啊。好，爹知道你的意思了，我会和使团说的。沈飞见到北京王这么说，也就不操心了。他能做的已经做了。想到军中粮草玉米不方便吃的问题，他又从怀里摸了摸，然后拿出了几个方子。爹，这都是做吃食的几个方子。这个玉米除了磨成面做干粮，还可以做成面条，到时候吃起来也很方便。北京王没有客气，把沈飞递过来的方子都收了起来。他知道大闺女的小脑袋瓜总有些奇思妙想。爹，除了玉米，那土豆和红薯都可以做成面条的，我方子中都有。红薯粉晒干之后能放好长时间的。沈飞又和北京王交代了几句，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亭州城，王爷，王爷不好了，世子被人伤了。成儿伤了哪里？快说啊！世子胸前中了一刀，现在人事不省。人现在在哪？在王妃的院子里。小福宝不敢耽搁，快步向后院跑去。楚清章回过神来，急忙也追了过去。小福宝来到主院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一动不动的楚玉成。小福宝快速地来到床前。人怎么样了？你离成儿远点，都是你害死了他。小福宝没想到人已经死了，他的小脸惨白。这些日子若不是你霸占着王爷，王爷也不会没时间管成儿，否则他也不会遭此横祸。小福宝一时之间竟然无言以对，他害死了他的孙子。他确实是经常找老二，和老二待在一起。怎么说呢，上辈子小福宝和几个孩子的缘分都有些浅薄，重新投胎回来还带着上一世的记忆，他也就想和从前的孩子们多待一待。小福宝有些怔愣，他或许不应该总揪着上辈子的事，既然重新活了，没必要弥补上一辈子的遗憾。王妃，怎么回事？楚敬章快速来到小福宝身边，想扶他起来。怎么坐在地上？快起来！摔疼了吧？成儿呢？伤得严重吗？楚军长，这是你侄子，不是你儿子。王妃，你少说几句，和小孩子撒什么气？楚军长，你儿子死了，你还有闲心管其他人？你还有心吗？楚敬章傻眼了，腿僵硬地站在地上，竟然挪动不了半分。他的儿子死了，唯一的儿子没了。快把这个药给他吃了。这是什么药？如此奇怪，病人已经没了气息，吃了也没用的。哼，不用你假好心。够了，安姨家不要胡搅蛮缠。安王妃一愣，她的名讳这小孩是怎么知道的？小福宝不管他，来到床前，掰开楚玉成的嘴，把药丸子塞了进去。这刀怎么不拔出呢？世子胸前的刀伤在要害，若是轻易拔刀，会造成血流不止。另外，世子气息全无，这拔刀与否，似乎……小福宝可不管大夫怎么说，扒开楚玉成的嘴巴，见到药丸化开之后，又从小布包中拿出2颗，塞到了他的嘴里。大夫抽了抽嘴角，这是治病，他不相信吃了那绿色的药丸子人就能活。大夫，人一定要救回来，否则……哼！若是世子还有气息，可以拔刀一试。可现在世子已无气息了。不会，我儿不会死。大夫，你可有什么法子？快救救我儿啊！成儿，我的成儿，你怎么能丢下你啊？安四，赶紧闭嘴！脑儿，快去给苍霞城送信，让我娘赶紧来亭州。快呀，用飞鸽传信，让我娘连夜赶回来。他有神药，快！小福宝虽然给楚玉成吃了绿色药丸，但药丸都是经过稀释的，毕竟没有药剂管用。楚敬章听见神药也不犹豫了，立即转身出去，派人给苍霞城送信。小福宝把小手伸到了楚玉成的鼻息处，感受到了微弱的呼吸声。大夫，他有气了，你快看看！大夫闻言也走了过来，发现人真的有呼吸了。活了，这人竟然活了，神奇，真是太神奇了。那就拔刀吧。阿四，你再去城中多找几个大夫回来。好。
这就派人去找。沈飞傍晚的时候接到了消息，唐志玲，咱们得快点回亭州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何事？楚玉成胸口中了一刀，人危在旦夕。仔仔呢？他有没有事？信上没说，估计应该没事，但咱们也得立即赶回亭州，亭州可能发生大事了。好，咱们立即动身。沈飞和北境王辞别之后，就带着一队人马快马加鞭，连夜出城了。病人在哪里？李楠呢？仔仔，娘在这儿呢。沈飞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小福宝的低落。仔仔，怎么了？娘，李阳救活他好不好？昨夜小福宝已经问清楚了，楚玉成是被王通判的儿子伤的。放心，一切有娘呢。小福宝轻轻地嗯了一声。六弟妹，你总算来了，你快救救我家成儿吧。我这里有2种药，可以给玉成喝了。沈飞来到了内室，拿出了绿色和蓝色2种药剂，分别打开给楚玉成灌了下去。弟妹，这药吃了，我家成儿就会好吗？这伤口里面是怎么处理的？娘，大夫拔刀之后就把伤口包扎起来呢。没有缝合吗？沈飞皱眉。刚刚走进来的大夫也听到了沈飞的问话，皱起眉头，心里腹诽道：又不是衣服，还缝合呢？他们都觉得世子已经救不活了，更不敢提意见。沈飞见状就知道大夫不知道缝合之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病人先这样，要不要动？沈飞得进空间一下找一些药品。此外，他赶了一夜的路，风尘仆仆的，不适合碰伤口。二嫂，能否找个地方让我梳洗一番？好，六弟妹，随我来。沈飞和安王妃齐齐离开之后，唐志玲才向楚敬章打听情况。楚敬章简短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。谁也没料到那小子竟然心思如此狠辣，成儿和他是好友，他竟然下得去手。况且成儿对他父亲的事一无所知，他若是逃跑，成儿也不会抓他。可是他竟然想要害死成儿。唐志玲看着蔫头耷脑的小福宝，就知道他为什么一副受伤的样子了。那小子应该是自责了。放心，成儿会没事的。沈飞做好了准备，穿上了无菌服，走出房门。你是六弟妹？沈飞点头，率先走在前面。安王妃往房间里仔细地看了一眼，六弟妹的这身装扮是哪里来的？她最先把实验室的器材拿了出来，插上了备用电源，然后给楚玉成做了一个胸部彩超。发现了出血点之后，沈飞知道内脏也需要缝合。好在出血点不大，只是里面已经有了血液堆积。把仪器都收进空间之后，沈飞才叫了大夫一起进来帮忙。辅医徐大夫被选中了，他是最早给楚玉成看伤的，单论医术方面确实比沈飞高，只是有些思想没有后世的熏陶。沈飞先给楚玉成打了一针麻醉，这让一直昏迷中还皱着眉的楚玉成完全放松下来。荣王妃，这药是什么呀？麻药，可以让病人感受不到痛楚。哦，就是麻沸散啊。差不多。徐大夫看着沈飞的针管，好奇的不得了。他决定以后也要研究这东西，直接打进身体里，真的比熬药喝下去管用多了。徐大夫现在看着沈飞的工具，真是每一样东西都好奇。他虽然也会治疗外伤，可是工具没有如此全，而且好些工具既小巧又精致，还非常顺手。徐大夫，当初玉成的刀伤没有伤到心脏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否则人早就没气儿了。哦，纱布包上之后就是这些的出血量吗？我已经给世子开了止血的汤药了。沈飞颔首，拿出手术刀，在原来的伤口处又划开一个小口子，检查了脏腑里面的器官，找到了彩超中的那块出血点。不好，这里出血了。沈飞拿出了仪器，把堆积的血液吸了出去，消毒之后找到了出血点，又笨拙地开始缝合。沈飞知道原理，但实际操作机会不多。徐大夫看不过去了，他虽然从前没想过人的皮肉也可以缝合，但是他自认手法比荣王妃强一些，至少他的手灵活。荣王妃，让在下来缝吧。好，徐大夫你来。于是沈飞就把位置让了出来，换成他来打下手。两人一起合作，把受伤的脏腑给缝合起来。消完毒之后，又把最外面的伤口也都缝合起来。徐大夫此时已经是满头大汗。荣王妃，今日真是受教了，在下茅塞顿开呀。多谢徐大夫，后面的汤药调养还需要有劳徐大夫呢。
世子只要不发高烧，人能醒过来，性命就能无忧。沈飞也承认这一点，他的2管药剂对身体的修护是极大的。楚玉成本就年轻，恢复能力可是比老年人好多了，药效发挥的也好。2人在房间里已经1个多时辰了，外面的人早就等得着急了，只是也不敢打扰。沈飞和徐大夫出来之后，楚敬章和安王妃就迎了上来。六弟妹，我儿怎么样了？只要人醒过来，性命就无忧了。六弟妹，我能进去看看成儿吗？你们先在旁边看一会儿就好。沈飞打算快速去空间洗个澡，然后再看看师傅留下来的大型修护箱能不能拿出来。有了修护箱的加持，楚玉成的伤不是大问题。沈飞快速清洗之后，就来到了实验室的3楼。你很少来3楼的呀？这是师傅的地盘，从前我们是不能轻易进来的。3楼就是修护箱多了一些，其他的也没什么特别的吧？那怎么能一样啊？师傅的科研项目更神奇，我哪里搞得懂啊？就是这修护箱的隐藏功能，我完全不懂，只知道它基础的修护作用。你打算把玉成送进来？唐志玲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，她不想沈飞冒险，虽然那人是他的侄子，但对他来说，谁都没有沈飞重要。空间这里不能暴露啊。我不会带其他人进来的，我在想着把这个大号的修护箱带出去。这样太显眼了。说白了，唐志玲不信任楚敬章这个人。沈飞见到唐志玲这样，也知道他想的简单了。好，那就不带出去，先看看玉成能不能醒过来。好。沈飞从3楼离开之后，又去2楼打开了师兄的实验室，拿了点滴瓶和药出来。2人再次来到了楚玉成的房间，开始给楚玉成打点滴。沈飞的技术不太行，扎了好几次才把针头扎进血管中。安王妃在旁边心疼得不得了，楚敬章也是看得呲牙咧嘴。要说六弟妹不成吧，但是人家懂得多，拿出来的东西也新奇，说的也是头头是道。可是说他成吧，总透露着几分古怪，这手法怎么看都像是个半吊子。夫妻俩这心呐，好似被六弟妹紧紧攥在了一起，松了紧，紧了松，忽上忽下的。沈飞给楚玉成打了点滴之后，自己也松了口气。他没想到扎针找血管这么难，他往日见师兄做的时候，那真是很容易的。3天后，楚玉成终于是醒了过来，这让亭州王府的人都欢欣鼓舞。小福宝在人醒来之后，心里的负担也卸了下去，同时他也在想这件事情的始末。从前小福宝是不会想外人的生死的，他前世当了一辈子的皇帝，生杀予夺贯穿在骨子里。可是他现在多了一份触动，先太子已经死去多年，为什么还有人为了他们的后代卖命？若是说他们对先太子是多么的忠心，他是不信的。那么只有一个结果，朝中有官员会为了先太子的后人卖命，那就是这些官员被人要挟了，或者是有什么把柄在人家那里，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豁出去全家老小的性命来反抗朝廷。想到王通判说的话，你以为我们真的想当反贼吗？可笑，他楚成前自己斗败了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可是他们拿捏了我爹的把柄，若是我不答应做内应，楚家冉就告发我们王家。到那时我们王家一样会被问罪，无论怎么都是死，那还不如卖了大禹朝，苟活一时是一时了。小福宝闭了闭眼睛，拿起毛笔开始给皇上写了一封密折。长安城一处偏僻的房舍内，废物，全都是废物。公子息怒，大赦天下，楚敬德还真是好算计。苏墨尘觉得最近运气差极了，本来是稳赢的局面，谁料竟然被他表弟弄得一团糟。明明这么好的机会，5000精兵去围剿100多人，被人跑了不说，5000精兵还都身首异处，他自己又被人给俘虏了，哼，真是好笑啊。苏墨尘觉得宗正达就是个饭桶，天知道他为了这计划费了多少的功夫，刑部和兵部他花了多大力气才获得的消息。可是现在呢，吐蕃还要割地给大禹，这一场仗算下来，大禹不仅没亏，反倒是赚了。宗正达这个废物，就那脑子还想当太子，痴心妄想。
孔武站在一边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算了，陈家那边还没消息吗？公子，现在陈家似乎想要和咱们划清界限，属下见不到人。都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。公子，现在因为皇上的赦令，从前肯帮咱们的人，恐怕以后也不会轻易出手了。苏墨尘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这也是他气恼的原因。原本他手上有那些朝臣的把柄，就可以暗中让他们帮着做事，可是如今曾经的人手或许都成了死棋。苏墨尘闭了闭眼睛。陈清善那边有什么消息？那个沈玉他搞定了吗？公子，沈玉的戒备心很强，虽然陈清善有意和他交好，但两人的关系也只是比其他同窗稍好些。那些毒给沈玉下了吗？陈清善已经下了，只是现在还没有症状。还真是个命硬的。公子，要不要属下亲自去解决了他？先不急，让陈清善把沈玉的习惯都仔细记清楚，然后仔仔细细地报给我。是，公子。停州城，一行车队缓缓地出了停州城。这队人马正是还京的沈飞等人。这次回京，沈飞等人没有等着广安侯和杨策等人，现在两国谈判进入了白热化。大禹想要瑞纳山，吐蕃不同意。吐蕃太子乔庄亲自来谈，就是因为知道瑞纳山是铁矿山，他们在山的另一侧已经在偷偷开采了。他们攻打大禹也是不想让瑞纳山被大禹朝发现，另外也是为了扩充地盘。只是他们没想到大禹朝也发现了瑞纳山是铁矿山的秘密，因此价码就要重新谈。不过大禹朝还是有优势的，毕竟吐蕃士兵好些都在大禹朝手中，又有4王子和2个大将军在，最后夺得瑞纳山只是迟早的问题。回去的路上，沈飞和唐之陵两人就自在多了，路上还大肆采购一番。空间的粮食已经去了一半，空出了不少地方，因此一路上两人采购了不少各地的土特产，为的就是回京城再赚一波快钱。小福宝见两人乐此不疲的样子，也没有反对。他已经知道沈飞给各地捐粮食的事情，他还是很自豪的，他的娘是个善良的好娘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20多天了还没到长安城。皇上早就接到小福宝返京的消息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回来，真是急坏了。冯宝，城门口有人盯着吧？回皇上，早就已经派人等着了，人一接到马上带人进宫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冯宝离开之后，太子才开口：父皇不必着急，想必是路上有事耽搁了。哼，想必是那沈氏被新起的物件迷了眼，才耽误了时间。太子很懂皇上的小心思，知道皇上对沈飞不满的小情绪都是因为小福宝。他不再揪着这个话题，想到了御马监的马，开口道：父皇，儿臣的人去了御马监，发现那些母马确实都已经有孕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父皇，孩儿已经让兽医证实过了。好啊，真是太好了，看来恒儿那法子还是管用的。皇上很激动，想到大禹朝的骑兵营也能出精锐，就有点兴奋。这么多年来，大禹朝的马匹都是要商人偷偷和边境的人做交易，几次下来才能换出几匹良驹。不过想要知道生出马匹的质量，还要几个月后才行。行，这事儿你亲自盯着吧，不要出一点差错。若是出来的马匹质量上乘，以后军营那边的母马也可以沿用恒儿的法子。是，父皇。此事要秘密进行。好，孩儿会注意的。皇宫内勤政殿，唐之陵和小福宝两人一起来到了大殿上。唐之陵给皇上行礼，小福宝则是悠哉悠哉地站着不动。六弟不必多礼，来这边坐。皇上是单独见的小福宝两个人，因此他们3人的态度也是既随意又从容。于是皇上就问了一些南疆战场和停州的事，小福宝也没有隐瞒，虽然之前也写过折子了，面对面说还是不一样的。有小福宝在，唐之陵就成了陪衬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听两人说话。直到皇上问起了蒙店城那一战，才轮到唐之陵发挥，他也把能说的说了一遍。六弟，你不错啊，若不是你们发现了瑞纳山的秘密，咱们大禹朝也不会又多了一个铁矿山呢。什么？铁矿山属于咱们了？吐蕃答应了？容不得他们不答应啊！
宗正杨默还是很喜欢他的4儿子的。就算太子宗正纯从中阻挠，也是于事无补啊。塔东州、层子州、浙延州这3处要下来了吗？这3个地方是小福宝点名要的。这3处曾经也是汉人的地盘，不过是在前朝的时候被夺去了。这3个州以后也归还了我朝。小福宝满意了。皇上想到还回去的那些人不是很甘心。段干元基这人还是很厉害的，否则也不会钳制住了北静王的大军。这人回了吐蕃，恐怕也是放虎归山呀。不会，段干老贼回了吐蕃也是难逃一死。哦，怎么说？段干元基是宗正达的亲爹，可不是舅舅。皇上没想到还有这么狗血的事儿。宗正达这人也和咱们楚家有些关系，他娘正是李堂姐楚家冉。楚家冉，先太子的后人？是呀，藏得还怪深的。那这一路上的袭击是不是他搞出来的？或许吧，不过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现在谈判结束之后，就安排在吐蕃的探子把宗正达的身份暴露出去，让宗正杨默处理他们。好，咱们正好来个借刀杀人。3人聊了1个多时辰之后，终于是结束了。陛下，臣弟想回去了，见见家中的几个孩子。哎呀，六弟不必着急，几个孩子都在皇宫中。啊，在皇宫中？皇上，那几个孩子很是顽皮，没做什么坏事吧？哎，六弟谦虚了，几个孩子很乖巧的。皇上这么说，就连小福宝都看了皇上好几眼。他所了解的3胞胎可不会这么听话。六弟，不妨和我去慈宁宫看一下几个孩子。不用了，把他们接过来吧。小福宝还是很排斥去慈宁宫看太后的。皇上一愣，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古怪地看了小福宝一眼。唐之陵不明所以。去慈宁宫的话，顺便还能看看太后娘娘。都说了，我不去。唐之陵和皇上2人被小福宝嚷嚷的这一嗓子给吓了一跳。好，不去就不去，我把孩子叫过来。沈飞在家苦等了几个时辰，还不见孩子们回来，以至于他都等得睡着了。终于在天黑的时候，隐约听到了院子里小孩子叽叽喳喳的叫声，才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你在哪儿？听到这声音，沈飞知道是他的孩子们回来了。沈飞立即从床上起来，也立即向外面飞奔而去。出来就看到了6个孩子。娘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寻儿了？出门玩都不带着寻儿。是啊，娘，你就喜欢哥哥，你和爹爹只喜欢哥哥，出门都带着哥哥一起。哼！那当然，娘亲是最喜欢我的，嘿嘿。沈飞没想到这才回来，还没来得及跟孩子们亲亲呢，就被讨伐了。是呀，大姐说的对，娘是坏娘。花花和恒儿好笑地看着沈飞，看他怎么对付这2个魔人精。娘保证以后出门都带着你们，好不好？娘，我听方姑姑说呢，大哥才几个月大的时候，你就带他去戏楼听戏，去茶楼喝茶，去酒楼吃饭，还带他去赛马场。小福宝听到小叶子这么说，心中更得意了。他是有记忆的，自然记得从前娘俩一起的日子。娘亲最在乎的孩子，非他莫属。娘，你太偏心了，你一次都没带我出去过。糟糕，这丫头怎么知道的？沈飞莫名的很心虚。那时候他带着小福宝，主要也是没有信得过的人，才走到哪里都是背着或者是抱着。